你了。他是谁？当你成为我的新皮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司徒，你心心念念想要换一张美脸，可是你所爱的人都已被你残害，你换来换去，到底是给谁看啊？你不懂，只要我还有这张脸，我就会有很多爱慕者，他们都爱我。哎呀，他们爱的是你的皮相，不是你的人。那是因为你没看到我盛极一时的时候，扎小龙给我提鞋都不配，全城谁不为我倾倒？所以你的脸是脸，别人的脸不是脸吗？不美的人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个世上？你真的是走火入魔了你！我是一个完美的男人，我不要这张脸，我要你的脸，给你。大人，大人，她是我的女儿安阳，你不能杀她。熊哥，你是老糊涂了你啊！她真是安阳，她是被妖精用障眼法换了另一张脸啊！大人，织女莫如父啊！别动！你刀下留人啊，大人！熊哥，还是别太伤心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吴梅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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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了，她是我女儿，她是我女儿，我不要求她死了，你们放了她，可以放了她了吗？一派胡言！这里太离谱了！监斩在即啊！身为县令的白景洪居然失踪了，一个做了20年捕快的人，是个白痴，还是个法盲。这是杀人案，你不追究，我们衙门是吃素的吗？啊！少说废话，给我斩！是，大人，行，大人。女儿，爹对不起你。小姑娘，把手拿过来。在20年前，我由于要驱魔，跑到山里受了重伤。
小翠，小翠，哎呀！哎呀！真的是二丫姐！丫姐，哎呀！真的是二丫姐！你回来了，哎呀！大人，大人！哎呀，真的是你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大人，这变了！什么情况啊？大人，你看，这是我女儿安丫呀！太好了！哎呀，没事，没事了。哎，少爷，这，哇，香啊！哎，少爷，你干嘛去？我这次大难不死，多亏了小翠的神丹，所以我呢，报答她一下。大力神丸，文风最爱。这难道就是我的神丹？元芳，想不想吃肉啊？好，谢谢。这个呢是我特制的感恩大餐，但是吃完之后，请你务必要把神丹的秘方告诉我。什么神丹啊？就是那个神丹，别给我装！你太不够意思了！你早点把那个神丹秘方给我，我还用做什么门房呢？这不能给你。你背后藏的什么呀？给我看看。我不吃了。哎，有没有在我背后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？有一件事情我要先告诉你。我突然发现没有法术并不重要，因为只要有信念、有智慧，一样是可以破案的。就像你那天在大仙楼跟我说的一样，信念比法术更重要。所以我决定我再也不吃神丹了。这个你慢慢的享用吧。元丰，你真好。慢慢吃，趁热吃，赶紧的，不然凉了不好吃啊！再见。真人，到底有什么法子可以让爱丫恢复如初呢？哎，我且问你，这位姑娘美不美？进。那，你的书。
菜吧。哎，谈不上。性子可温柔。母夜叉。哎呀，本来这次我想帮你的，看来你得委屈一下你自己了。这个事儿啊，是这样。啊，必须如此。必须如此。那让他死吧。我说，这次这个丫头也算是得到教训了哦。哼，谁叫她陷害我？如果不是我命大，我早就死了。谢风华，难道你忘记你自己除魔卫道、救死扶伤的使命了吗？没忘，只不过好不容易逃出他的魔掌，万一又被他赖上怎么办？那就让他赖上我吧，反正我糯米侠来无影去无踪，他找不到我的。就这样决定了。好，好兄弟。哇，糯米侠，云峰，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显风华托我来救你的。显风华，他看你受尽了百般的苦难，才委托我将你体内的蛇毒彻底排出。他正在外面听我的指挥呢。我只要打通你奇经八脉中的膀胱经，就能彻底将你体内的毒素排出。只是其中有为难之处啊！你必须除下衣物，并且浸泡在水中，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。不过，除妖救人乃是我糯米侠的天职，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了。只是姑娘，你愿意吗？好，哎呀，姑娘，你放心，当你醒来以后，你就可以说话了。当你醒来以后，你就可以说话了。不行，要坚持住。但愿你永远不要从这场美梦中醒来。你醒了，来，喝点粥吧。怎么是你啊？我可以说话了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哇！你的蛇毒已经彻底清除了，但记得以后别再恶作剧了。哎呀，
都是我的错。算了，都过去了。哎，糯米侠呢？他已经走了，他吩咐我要照顾你。这样就走了？那我的衣服是不是也是他穿的？小凤凰，不会是你给我穿的吧？糯米侠说琐碎的事儿就交给我了，我你们都不是人，你们不是人，我害死你们了！男女授受不亲，我现在就去找糯米侠，让他娶你吧。他跟我，糯米侠跟我就授受不亲，你跟我就授受得亲了。你这个死呆子，我恨死你了！滚！爱姑娘，中气十足，身体是恢复的蛮好，我先走了。糯米侠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嫁不出去了，糯米侠呀！白县令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白姑娘，找我死啊！嗯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觉得你应该把我破格升为捕快，因为门房这个身份跟我太不相符。哼，你只有2个选择：一是守口如瓶的门房，2是突然暴毙的捕快。哎呦，那你现在是不是在找这个呢？给我！我不会给你的，我要把它拿到公堂之上，让大家看看白县令还有这种东西。嘿，拿不到吧？哎呀，元丰啊！娘亲，王夫人，白大人啊！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哎呀，你不是病刚好吗？我给你送点汤水来，给你补补身子。哎，这是我给小翠的。哦，小翠不喜欢这些的呀，她就喜欢肉呀。娘，我给你收起来啊。这样子呀，你手里这是白大人的鞋啊？刚才我的鞋滑了出去，是王公子帮我捡回来的。什么烂理由啊！快点搞定你！县令大人，小儿为县令大人效劳，那是分内之事。这样，我不打扰元丰为您穿鞋了。元丰，记得喝汤水啊。这个簪子怎么这么熟悉？娘，来啦。这个给我吧。是还给白县令的，对吧？啊？什么？你手里提着的白县令那只鞋才4寸，你说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。白锦红根本就是个女人，在县衙100年来从来没闹过这么大的笑话。只要我向巡抚大人揭穿她的身份，嘿嘿，保管她，把吃进去的县令之位给我吐出来。哎呀，肯定是你想多了。人家报考县令之前，不是还得查祖上3代吗？不会的。查祖上3代，查祖上3代，你还能当上候选人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随便说说，随便说说。是不是跟我爹有关系啊？哎，你爹那个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么多年连个人影都不见。哎呀，我还没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兔崽子呢，你明知道她是个女人，你帮她瞒着我。你娘我辛辛苦苦500两雪花银打了水漂，你都不心疼？不行，我得去找巡抚大人去。不要！我想了一个更好的方法帮你出这口恶气。什么法子？我让他从县令变成县令夫人。真的？我开玩笑。这事儿啊，还得老娘我亲自出马。王夫人，找本官所为何事啊？咱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县令之位还给我儿子呀？哼，要是我不愿意呢？那也行，先把500两捐官的银子拿来，然后听我安排。开发旧县衙，搬新县衙，每年盈利我们均分，我9，你1。哼，你这也叫均分啊？哼，你不同意啊？别怪我不客气啊。那好吧，你请便。就你个老帮菜，还想别人非礼你呀？你不非礼我，我可以非礼你呀，白姑娘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非礼呀，非礼呀！你。女儿啊，我看你身体恢复的还不错啊。哎呀，以前都是我太任性了，让爹担心啦。哎，你说显风华这小子吧，平时是个怂样，这个我一直怕你嫁给他以后吧，你吃亏了。哎，你说他这次倒是蛮有样的啊。哎，他这回越狱。被白县令给罚了1个月刑封了。真的？哎，兄哥，哎呀，见到你们真好，在下凑了30两银子，正打算还给你呢。这不是我的嫁妆吗？你还给我干嘛呀？对呀，这就是你的嫁妆。如果不还你，将来你还怎么嫁人啊？女儿啊，爹忘了告诉你件事。你失踪的时候，我把你俩的婚事上报给白县令，已经给取消了。那是该还给我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这个月的薪俸还没领呢，哪有钱还给我？兄弟之间匀一匀，有借有还，总是可以的。哎，哎，我说巫师爷，你不能欺负同步快、为人善良就不还钱了。等下，哎，多谢了。其实呢，我已经欠你好大一个人情了，你不用还给我了。
这样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阿爷好歹也是捕快一枝花，想娶我的男人排成一条街，我还用得着嫁妆吗？哎，女儿，我们还是稍微低调一点好。我觉得这些咱收着吧。哎，还是你想拿给糯米侠？哎呀，他不会要的。谢风华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哎，兄哥再见，兄哥再见啊！打死人了！打死！这个就是给你的，不是给糯米侠的，笨蛋！夫人。干娘，元丰，偏偏这个傻小子也就是了，怎么连干娘都骗呢？小蝴蝶，你流落在外这么多年，想必吃了不少苦。你刚刚说你叫什么来着？锦绣，白锦绣。当年父亲过世以后，家里就一落千丈，母亲又要强，不好意思求助干娘。后来我们去了京城，母亲因为日夜劳作，就病倒了，之后一病不起。母亲去世以后，我一个人走投无路，还好白家收养了我。白老爷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。可是就在几个月前，白老爷不幸病故了。白夫人给了我一笔钱，就把我赶了出去。好孩子，别哭了，别难过。你娘那个人也真是的，我们姐妹这么多年，什么事都憋在心里面，你早应该来投奔我们才对。你看，你跟元丰从小玩到大，早就定下娃娃亲的呀。这个娃娃亲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娃娃亲呀，
么？趁现在没有人，赶紧去避一避吧。你赶我走？不是的，刚才锦绣她抱了我一下，我怕你又……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跟她虽然订过娃娃亲，但是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因为我迟早要找一个正常女子成亲的，那我跟别人一定也会有身体上的接触。万一你要不还是回大仙楼吧，好吧？其实上次从大仙楼修炼回来以后，我就已经好了，不会再随便变回去了。真的？嗯。哦，哎呀，早说嘛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没事。我倒是希望这个毛病永远都不要好。怎么了？这菜不合胃口吗？哎呀，可惜了这盐焗鸡爪、芙蓉牛肉和翡翠猪蹄了。这是什么肉啊？怎么味道这么奇怪啊？这个呀，是这儿的特色菜——香烤野狐。都说这狐狸肉是腥的，我倒是一点也没尝出来。不准吃！小二，小二！原来你是狐妖。没事没事，那你要是不喜欢吃的话，咱们喝酒。不想跟你喝酒。你还在因为我和元丰的事情生气呀？傻姑娘，你误会我了。我要是真心喜欢元丰的话，之前怎么会跟他争得你死我活？又怎么忍心打发他去走门房呢？你是喜欢元丰的，换作是你，怎么忍心看他受伤，看他难过，看他闷闷不乐呢？不忍心，我会让他天天开心的。这就对了呀。我故意设局跟元丰争县令，就是为了让他仇视我，讨厌我。这样，就算有一天我的身份暴露了，我们的婚约也有可能被取消。取消？唉，只是干娘对我这么好，我不忍心让她失望。这是我跟元丰幼时的定亲之物，我一直想找机会还给干娘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元丰那么好，你都不喜欢他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就像你喜欢吃肉，我喜欢吃菜一样。哦，明白了。那对不起啊，白姐姐。那我们干杯吧。那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成为好姐妹。那我先走一步。小翠姑娘，你慢慢吃，慢慢喝。这是我跟元丰幼时的定亲之物，我一直想找机会还给干娘。哎，锦绣，元丰，怎么了你？我的手镯不见了。就那个蝴蝶镯子啊？那让下人帮忙找一下，找找喽。我都问过了，但是还有一个人。谁啊？元丰，你怎么又偷吃我的？是他。
了。不是的，这真的不是我偷的，真的不是。是我们那天一块吃饭，锦绣姐姐落在桌上的。锦绣姐。叫下人啊！来人，把小翠给我关起来，罚他3天，不准吃饭。就1顿吧，行不行？3天就3天。元丰，还不给锦绣带上啊？送他回去休息吧。夫人，容我多一句嘴，我觉得此事有蹊跷。你以为老娘看不出来呀？夫人，你看出来了，干嘛还罚小翠姑娘？我这是给白锦绣一个机会，回来就回来好了。跟元丰抢什么县令啊？满脑子歪门邪道的。哎，我怕元丰以后是拿不住他。哎，阿金。哎，阿金，干嘛去啊？我去那个，那个。哎，你手上这是什么呀？家具。给我看看。哦，是少爷偷偷给小翠送的吧？不是，是夫人。夫人？怎么可能？就是夫人罚的小翠啊！哎呦，肚子疼！哎呦！阿金，李皇后真有你的，还跟我耍起心眼来了，你等着！小翠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你就好好休息吧，啊，我明天再来看你，啊。
王元丰此人深明礼义，心怀百姓，多谋善断，屡破奇案。现任命其为下一任县令。跟上次那个一模一样，字都不改半个，太省力了吧？哎呀，我认字不多，下面就不念了啊。反正就这个意思。从今往后，您就是我们的王大人了。哎呀，王大人，这个新官上任，哎呀，懂的懂的。这个，能，懂的。这事儿啊，您和六房管事都费心了。赶明儿呢，我再上衙门答谢您。哎，好说好说。哎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好，慢走啊。我们要当县令了。不过我话说在前头啊，我一定不会拆大仙楼的，而且呢，我绝不以权谋私。我要做的就是破天下奇案，保一方平安。哎呀，知道你清廉。来人呐！怎么样，不错吧？这是什么？娘亲自设计的哟。哇，不至于吧？怎么会有人把自己的名字绣在衣服上面？哎呦，这谁说是你的名字呀？这寓意着县城在你的管辖之内，必定是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是吧，宝宝？是吧？我上堂审案的时候就穿，好吧？我现在上厕所。上面。这孩子。我跟你说，那件衣服就是太不严肃，怎么穿啊？我让你做的那件正经的官服，什么时候能做？好了，哎，少爷，就这家，你放心，早说嘛，都走过了。哎，老板，我订的衣服呢？还没做好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提前那么多天给你的布，现在还没做好。你知道这是谁吗？新上任的县令王大人。王大人，实在对不起啊！哎，行，只因外子他最近忙于……红色的布呢？红色的，红色的，已经都被你拿走了，没了。这是客人订的。闪开！我呢？夫人，您没事吧？自从认识了那个狐狸精，他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天天就想着给那只狐狸精做衣服，不理我，也不理生意。那我的衣服怎么办呢？哎，少爷，别生气，又不是只有这一家裁缝铺。什么味儿啊？认了吧！自从那个倒夜香的迷上那狐狸精之后，什么正事都不干了，每晚就和他约会。哪里来的狐狸精？我求求你不要走，咱们夫妻一场，你别走，给我，别走，你别走！一看就是个薄情寡义的人，关狐狸精什么事儿？以前县城里没那么多狐狸精啊。帮他们吧，少爷。死熊，臭熊，扎死你个臭狗熊！哎呀，扎死你，美女，烂狗熊！哇，这个怎么这么像熊哥？吵架了？你不要跟我提他的名字。哎，出来！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少爷，我听说是那个
希望大家以后通力合作，共同辅佐元丰。对了，这个呢是爱捕头的，这是贤捕头的。我看这怎么对啊？哎呀，不多。你在这等着暗鸦和显风华，我去就回啊。夫人，那个……哎，你就别打扰人家花前月下了。过来看看我的新衣服，漂不漂亮呀？你要是帽子是这个色儿就更好看了，就配一身小小心意，你的和别人不一样。知道你什么都不缺，所以就送了一些没用的。却是……红红，你看这漫天的红色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哎，谁是红红？红红是谁啊？到底是谁？红红是我最爱的你。哎，不行，我杀了你！红红，救命啊！我杀了你！熊哥这是怎么了？是啊。别跑！这么说来，熊哥也被狐狸精迷住了心窍。王大人，王大人，怎么了？好了，门口好多人在击鼓鸣冤。这么快就要上堂，可我的衣服还……没事，少爷，只有夫人那套了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就那套了。哎，快去！真的是我的亲娘啊！不着急，慢慢说啊。不着急，一个一个说啊。一个一个说嘛，不着急啊。我说一个一个说。你先说。大人，我家相公原本是个老实人，可是自从认识了红娘子之后，他就每晚都不回来，还说要休了我。我相公也是，每天从子时出去到某时才回来。我不知道那个相好的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那个贱人喜欢穿一身红色的衣服。狐狸精，我当家养的那个狐狸精叫小红，她也喜欢穿红色的衣服。我家那个不是，那个小贱人叫小黑。我亲耳听到她晚上说梦话的时候叫那个贱女人的名字。为什么叫小黑啊？她说那狐狸精长着一头乌黑如瀑的长发，说不像我，枯如稻草。大人，你为我做主啊！停啊！我问你，那个狐狸精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？是不是红色的？好像是。这就对了。那你们说的这个狐狸精八成是同一个人。
穿红色衣服，黑发如瀑，喜欢在子时到卯时出没。放心，本官以及我的伙伴们一定会彻查此案，还大家一个公道。谢大人，那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图，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，虽然这个狐狸精来无影去无踪，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它的老巢。这里原本是山间的一个茶馆，自从它的主人去世之后，一直荒废着。前段时间听附近的一个猎户说，这里有一个红衣女鬼经常出没，夜夜笙歌，吸人精元。我看呐，他们说的这个红衣女鬼，就是祸害我们县城的这个狐狸精啊！女鬼啊！怎么，你害怕呀？我怕什么？要怕也是你们怕呀！我正要跟那个狐狸精比比，到底谁的腰细，谁的腿长呢？哎，放心，在我们心里，你还是最美的。比你腰细的都没你腿长，比你腿长的都没你腰细，对吧？看你那个死样，我看你巴不得被那个狐狸精扒光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也不知道写芳华那边怎么样了。元丰，你在这干嘛？我来查案呢。我现在是县令，所以我得身先士卒啊。小崔呢？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啊？他病了，在家里休息。他没事吧？本来有他保护你，我还放心一些。要你放心干嘛？我没那么差吧？只要紧紧的跟着你，我一定没有问题的。就是因为你紧紧的跟着我，才有问题。哎，演得像一点。你这么抱着我怎么演啊？往前走，放手啊！今晚你们高兴吗？哎呀，快想办法呀！可是我怎么觉得今晚有人不太高兴呢？快闪！快闪啊！王小姐！我来帮你。
严峰，你不生我气了？我都知道了。你前几天只是表面上烦我，其实你还偷偷给我送了好多好吃的。吃的？我没给你送过吃的。那是谁送的？是我娘吗？刀子嘴豆腐心。对，其实是我送的。我看你前几天一直不出门，所以我就担心你不理我了。不会的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正好来了，看看，感觉一下，这个狐狸精到底什么来头？怎么样？奇怪，什么都感觉不到。再试一次。还是没有。再使点劲儿就出来了。来。不，没有。那完了，那这狐狸一定来头不一般啊，道行比你高太多了。对，你们都是狐狸一族，为什么差那么多呢？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你怎么就不行呢？就感觉不出来，这太奇怪了。大人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有人要拆县衙。你们到底想干嘛呀？县衙种地也是你们胡闹的吗？这，我们就是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。对，要给红娘子修面。都别吵了，县令大人来了！县令大人来了，你们还敢胡闹？县令大人来了，来得正好啊！哎呀，我们也听说你这官儿是花银子买来的，怎么着？你这县衙打算要多少银子卖给我们呢？钱，我们有的是啊！大有呢，多少钱啊？修面，修面，多少钱卖？有事，修面，快！小子啊！咱娘，为了那个狐狸精，连我的棺材本你都敢偷！娘，别打我！走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怎么办啊？没事儿，我今天晚上就去帮你会会那个狐狸精吧。你？就这么说定了。今天晚上子时，衙门后巷不见不散。来，Go。